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聊聊中国现代史，建国后几个主要时代。这期本来很早就想说，一直没有机会，借这次安邦的消息可以展开一讲。本期或许对部分墙内观众不适，完全可以随时关闭。本频道主要是帮大家厘清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和时代，以及很多是背后的逻辑和联系。每个人的认知和价值观不同，爱国爱党也好，恨国恨党也好，都可以理解。我们只希望对想要从历史、政治、经济的角度搞明白这个世界的人有点帮助。我们先来说说大背景。熟悉中国政治史的人都明白，习之前中国虽然有超过6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，但总的来说只有2个时代，毛时代和邓时代。在毛时代，刘少奇、宋庆龄等人都担任过国家主席，但依然是毛时代，因为执行的是毛的总路线。同样在邓时代，杨尚昆、李先念以及江湖都担任过国家主席，但依然是邓时代，因为依然延续邓的个人和政策的影响力。毛时代走的是共产挂帅和计划经济，邓怀仁堂政变后彻底废弃毛的路线，走的是小集体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，理论上可称为第二共和国。不同的是，邓利用毛的影响力巩固统治根基，所以会看到毛依然被供奉，但毛时代的朝臣则基本上被替换。江青、华国锋等自不必说，当年的10大元帅、10大将军如朱德、刘少奇、彭德怀等人的后人都失去了实权，取而代之的是邓系朝臣，他们主要以80年代的8大元老为主，包括叶剑英、陈云、李先念、王震、薄一波等核心圈，以及外围圈如习仲勋、万里等。当然要排除同情学生的异己分子如胡兆等人，这些人都能和邓排字论辈，其中不少人参与了当年打下江山。不夸张地说，在他们眼里，后来的江朱、胡恩只是雇来的管家。在邓死后异军突起的江系以及共青团系也算权臣，但地位不可同日而语。总之，这些人的圈子极其裙带，大约有几百家族，约2-3千人，也就是被泛政治圈称为的赵家。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地位，如果对应到大清，大概属于顶层8旗的皇亲国戚。后来的习把中国当成了家产，可能也有当年习父是西北军政委的原因。习仲勋属于打下江山的诸侯。前几年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去世时，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吊唁，足见其政治地位之高。这些团体互相抱团，几乎不受法律约束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江湖时期遮天蔽日，指挥一群白手套攻城略地。从邓普方的康华公司开始，到中信保利、安邦华，能这些台面上的巨鳄，江家的电信，李家的电力，敖家的光大，曾家的石化，王家的海航，温家的新天域，胡家的机场建设，习家的万达、秦川大地等等。几乎每个家族都占据某块领域，一些还是当年的国资，在权和利益的双重催化下迅速做大。马云这种账面上1000亿美金，最终为他人打工的名义首富，在他们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这也是中国一直被称为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的原因。另一个说法，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指国企规模的庞大。我们有一说一，这些企业拿地拿项目，造楼造路造高铁，也客观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。富翁哪国都有，但同时又拥贵族般的政治地位则不多见。而中国企业家也会主动寻找保护伞，这是一种自保策略，你没有靠山而对手有，这就让你处于劣势。支付宝为何能抢走国有银行的饭碗？有消息称许家印在创建恒大后就结识了一批很高的高层。我们这里说的只是中央层面，省级、市级、乡级、村级就不费篇幅。之前讲中国社会危机的视频里也提过一些，如天眼查可以看到，一些江浙县市的资产都是当地几个家族把控，官商勾结只多不少。书记市长俨然地头蛇和土皇帝，身边的事比中央更好理解。这些事发生在别国会成为墙内乐此不疲的话题，但放在自家则似乎没什么。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要数吴晓辉和安邦。说吴晓辉是绝顶人才一点都不夸张。04年才创立的安邦，在短短10年就成为资本巨鳄。16年安邦号称资产高达2万亿人民币。当年安邦报价140亿美元，竞标喜达屋酒店，65亿美元收购黑石旗下酒店，而且2年前刚收购了美国华尔道夫酒店，堪称大手笔。吴晓辉的资本之路背后的秘诀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裙带资本主义，通俗点讲的就是官商勾结。
用吴晓辉对哈佛学生的话说，如果你选择留在农村，你只能遇到村姑；但是如果你来到巴黎，你就有机会亲眼见到蒙娜丽莎。而他也正是如此的实践，他深知裙带对人生的重要性。吴晓辉最早在温州平阳县工商局工作，娶了当地官员的女儿为妻，之后下海做汽车生意，挣了第一桶金，后攀上浙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。杨秀珠也是10多年前著名的红通1号人物。吴晓辉通过他俩结识当时的国学名师南怀瑾，此后又攀上杭州市长后任浙江副省长卢文革。吴晓辉立马离婚娶卢女为妻，后又离婚再婚，10年前再离婚又结婚。第3次婚姻的时间是在2004年，这次竟然是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瑞。邓家的规矩是，包括外戚也必须姓邓，而卓是根据邓小平妻子卓琳的姓，这又显示出邓家的强势。至于吴晓辉为什么有如此的魅力，我们这里就不细说，这不是本文的重点。重点是2004年和邓卓瑞结婚后，吴晓辉就创建了安邦。当商业人才遇到顶级政治家族，你想不成为巴菲特都难。安邦早期的董事除了邓家人马，还包括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和陈毅之子陈小鲁。邓小平有5个子女，邓林、邓朴方、邓南、邓荣和邓志芳。邓朴方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，退休前任政协副主席。长女邓南原科技部副部长，次女邓荣就是邓小平最宠爱的毛毛。邓荣的丈夫是总装贺平少将，就是前面讲的军工地产龙头保利集团的掌门人。所以每当看到有人自豪地称江泽民成功让军队不许经商，知情人只会笑他们天真。军队经商本是邓因为军费和国库紧张让其自谋出路，后因军队腐败横行被废除，但军工行业却是富得流油。吴晓辉的妻子邓卓瑞就是长女邓南的女儿。2004年对邓南的家庭来说可谓3喜临门，一喜是家里迎来了精明能干的新女婿吴晓辉，二喜是新女婿吴晓辉成立了聚拢了红2红3的安邦集团，三是邓南被中组部宣布升为正部级。在2004年策划成立安邦集团的过程中，陈小鲁就带领吴晓辉到省会杭州结识人脉。邓小平虽然已去世数年，然而这依然是邓的时代。邓遗留下来的庞大遗产关系网就足够让邓家后人无法撼动。当时主政浙江的习近平至少接见了他们2次，并亲自指示宁波书记巴音朝鲁和市长毛光烈在政策上支持安邦。邓家当时属于俯视习近平，此后安邦一路并吞。2015年震惊全国的神仙打架事件，也就是宝能万科之争。宝能背后就是安邦，安邦的狼性和肆无忌惮从此被世人所知。同时安邦也横扫国际资本市场，但是和万达一样，海外收购也正预示着邓时代的即将终结。因为国际市场买，其实也意味着资本开始出逃。随着反腐运动渐入高潮，邓的遗产逐渐式微，邓时代老人们也逐渐老去，新贵崛起必然取代旧臣。2017年开始，海外郭文贵大肆曝光王岐山的海航系，其规模和成长速度比起安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直接撕下了反腐的正义性外衣。吴晓辉这时候想要做最后一搏。在2017年5月31日，安邦向财新网主编胡舒立发出公开信，信中称对方的利益集团欺上瞒下，不择手段掩盖真相，而胡舒立背后正是中纪委的王岐山。只可惜这次吴晓辉的投机并未成功，而且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。随后吴晓辉被中纪委编控，紧接着被双规并被判处18年徒刑。1年后的2月23日，安邦被保监会接管，所有权充公。几天后的28日，陈小鲁在上厕所时去世。2年后的2020年9月，万亿安邦集团宣布被解散并执行清算，大幕落下，大潮退去。这就意味着习当局并没给邓家情面，意味着吴晓辉和其身后邓家的结束，也意味着邓时代的终结。当然，邓小平时代的终结并不仅仅指的是邓家和邓时代权贵们的终结，尽管新一批权贵如习家军顺利接班，邓时代的终结指的从经济政治到社会外交的治国总路线的巨大变化。这些变化不是政策微调，而是类似1978年取代毛路线的根本改变。我们下面就简单的梳理一下当前可以观察和预测到的变化。在政治和思想上，毛走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挂帅路线，阶级敌人必须消灭。
邓抛弃意识形态，坚持实用的猫论，抓到耗子就是好猫，容纳更多不同的意见。而习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红色江山看齐意识，这既不是为了共产主义，也不是为了保党，在修宪后就成了他自己的江山稳固。必须被消灭的是他的敌人，而不是阶级敌人。同时集体领导走向了一言堂，党内有不同的声音，也是敢怒不敢言，这在理论上称为宪政危机，也就是制度架构被破坏。在经济上，毛走的是苏联式计划经济，邓走的是全盘资化，并给予地方和企业充分的自主权。在80年代，中国开始对私有产权严格保护，中央放手，地方杀出血路，地方和中央在经济上形成了事实上的联邦制。广东、上海、浙江等地争先出台经济改革措施，各省有充分财权和决策权，且互相竞争，而不是中央一个命令下去瞎指挥。这个因素其实早被国内外的研究发现，有兴趣的可以搜搜清华钱颖毅和斯坦福一帮学者的研究成果。有机会我们以后再细讲中国经济的起飞逻辑。习时代不敢抛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，他也知道这样玩不转。企业和地方虽依然自己运营，但很明显有党管企业、国进民退的迹象和动机。同时在经济放缓以及高压下，各地官员失去了原来大搞项目的动力，懒政怠政保住乌纱帽，成为主流的当官逻辑。经济会越来越依赖产业政策，比如这次9万亿的芯片。在社会议题方面，毛时代本质是集权政治，管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。邓时代则回归正常，社会相对百花齐放。而习时代的社会政策回归严管，常见社会议题如劳工、弱势、法治、媒体，甚至同性平权就不说了。习试图全方位按他的意图打造中国社会显而易见。这些年打造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社会监控体系，让你在微信里的聊天和出门买菜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。在外交上的前面节目也说了不少，这里不浪费大家时间。总之，邓的时代和路线基本上宣告结束，而习时代走的是一套复杂的毛邓混合体。在政治社会思想上越来越有毛时代的印记，在经济上虽有回撤，但不敢全盘否定资本主义。习时代虽然反腐，但邓时期的大小权贵依然存在，只是低调很多。至于中国未来到底往哪走，领袖在位的几十年其实也很好预测，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行为，大概率继续保持上述趋势。还有一点必然性，我接下来会专门做期节目，这里留个悬念。中国当前系统最缺乏的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制衡，没有可以对走回头路的人形成制约的机制，那么变化也就只有等领袖结束统治才能知道。当年毛若活到90年代，中国恐怕还处在朝鲜时代。以上就是对邓小平时代的简单评述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。